别羞我，我只会做妾，不会做正妻。会争宠？会，能让男人觉得不疼我就是他的错。那能让皇帝觉得不拨银就是他的错吗？夫君，你要争圣宠？教我。迎少夫人入正院。你方才喊我什么？秦家明媒正娶的正头娘子。完了，华阴阳压错题了。姑娘，您别慌，正妻也能争宠。正妻怎么争？管账、立威、训妾、孝顺婆母，这些我一样没学。姑爷来了。也挑盖头。你手抖什么？妾，我紧张。妾？我妾身啊，不，我只是从前说顺口了。祝离之，婚书上写的是正妻。我知道了。你看起来不太高兴。夫君，我不是不高兴，我只是怕。怕什么？怕我做不好正妻，惹夫君厌烦。你这些话谁教的？没人教。你腕上的香也是没人教，那你会什么？我真不会当正妻，会装柔弱，会递茶，会让男人心疼，会让男人觉得不疼我就是他的错。交给我。一课讲。夫君，你学这个做什么？朝中有人总在陛下面前哭穷病、哭功劳，我若端着，亏的是我。原来朝堂也有后宅。不肯教。争宠第一要语不是争，是让对方自己把宠送来。争宠靠的不是背，是3个字：若朋忍。怎么用？你今日不是要向陛下讨修和堤的银子，先别说要钱，先说自己无能。姑爷若去后宅，怕是没人争得过。我不去后宅，我有你。疼？不疼。手都缩了。这叫欲拒故往。也教？这个不教。我懂了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我还没教完。他不会真去金殿争宠吧？江南河堤急需银拨银20万两，请陛下准奏，国库正紧，河水已退，拖到秋后再修也不迟。是臣无能。臣昨夜看河宫名册撞到3更，想到百姓还住在漏水的草棚里，便觉得愧对陛下，愧对先帝，也愧对这身官服。咳2声就够。太轻不像，太哄又像要倒在殿上。秦青，你昨夜又没睡？臣只是恨自己才疏学浅，不能替陛下分忧。秦大人年轻气盛，为几间草棚便惊动国库，未免小题大做。对手拆台，别跟他吵，先认，再让他自己下不来。李大人说的是臣思虑不周，臣不该把百姓疾苦看得太重，扰了诸位大人的清静。百姓无家可归，在李清眼里只是几间草窝。陛下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秦爱卿抬头。户部立即拨银25万两修堤，少一文，朕你拿你问罪。臣等领旨。至于你，先让太医看看，别提没修好，人先累倒了。臣谢陛下。廷诏叶大人留步，陛下赏您的东珠，还让奴才带句话：河堤要修，人也要养，往后不许恶兽了上朝。臣记住了。你哭了？落了一滴。一滴？按你教的，一滴忍。这是什么？陛下赏的东珠。夫君不嫌丢人吗？这些都就是妾室手段。能救百姓就是好手段，能护你也是好手段。先生，第2课何时讲？明天第2课就来了。少夫人，老夫人说，既进了秦家门，就该学着管家。老夫人还说，沈家门第不高，少夫人若有不懂，莫逞强，免得叫下人看笑话。嬷嬷说的是，我自幼没娘，规矩学得浅，老夫人肯教我，是我的福分。只是我笨，怕一时学不会，不如嬷嬷今日留在我院里，一项一项教我，教到天黑也成，教到明早也成。若我还学不会，就请嬷嬷替我担待，说不是老夫人不慈，是我蠢。嬷嬷是母亲身边得力人，我一见就觉得亲近，嬷嬷可千万别嫌我烦。不嫌，大人。少夫人心善，你好好教。是，这也是争宠。这是妾室保命第一招，先把自己放低，再把对方架高，架到他下不来。这个不能写。为何？你明天是不是又要拿去金殿上用？看情形。秦昭夜，不许记，拿钥匙去探房。账上写着新探300两，探呢？回少夫人，今年只进过30两，都在这里了。30变300，嬷嬷教的果然仔细。西跨院胭脂水粉120两，去看看谁抹了。
西跨院住的就是老赵，120两胭脂，赵叔用的可还顺手。少残人明鉴，小儿只给妈买过药膏，给自买过胭脂。我笨，看不懂账，只看得懂银子往哪儿飞。少夫人饶了老奴。五姑娘到了。哪位五姑娘？就是大人妇安置在东院的那位。我这个正妻刚上任3天，夫君的娇主就进门了。赵烨哥哥，我可算见着你了。赵烨哥哥，他是武青罗。少夫人万福。助理他放心，我懂。夫君公务繁忙，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也好，我不会拈酸吃醋。你不会？不会个鬼！少夫人心胸宽广，青罗佩服。小心！赵烨哥哥，人家脚疼。回东院。妹妹脚疼，白芷去请府医，再拿软轿把五姑娘送回东院。不用，夫君心疼妹妹，不舍得她折腾。好啊，还当着我面笑。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，女子抹在腕上，夜里安神。妹妹寄住东院，日后就是一家人，缺什么只管来找我。多谢少夫人。若夫君忙，我也可替妹妹向母亲禀明名分。祝离之。怎么了？她不能有名分。我知道了，夫君自有安排。滚！离之，必须解释下，必须解释。武清荣不是我的女人。那她是谁？少妇不好了，老夫人听说东院来位姑娘，请您和大人过去。武清征这个蠢货。青扔，不是青罗，你先放开。不放，免得你又要替我纳妾。我那是贤惠。你眼泪掉的比还急。风吹的。廊下没风。你话真多。老夫人，青罗给您请安。赵烨，这就是你藏在东院的姑娘。是盟友。老夫人，不怪秦大人，怪我肩太宽。李治，你知道此事？母亲，我……他不知道，是我不妥。新婚3日，你往东院藏人，还瞒着正妻。52公子奉旨查严案，京中有人盯着他，他不能以原身份露面。赵烨借东院给他，视为公事。只是这身装扮实在伤眼。我觉得还成。我错了。黎之，既然误会解了，你别往心里气。的人，你为何非要穿娥黄？秦大人说，越不像我越好。那也得不像人。你方才吃醋了。谁吃醋？嫂夫人，你哭得挺真。秦少爷，你管管你夫人。孩气。不敢。不敢就是孩气。夫君是做大事的人，瞒着我有道理。我不是怕你泄密，你刚嫁来，连正妻怎么当都没摸清理，那为何给她塞香膏？是啊，嫂夫人，那膏子味太甜，我闻一口差点打喷嚏。你还敢回来？有什么好笑的？秦大人既然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，我走就是了。今晚我把延安的事灭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那是朝廷的重就好了，能说？是我的夫人。以后府里绝不许藏姑娘，不藏。男人也不许。武清晃算吗？他顶多算半个。江南盐税亏空，户部有人做假账，边军粮饷也被牵连。武清荣奉旨查账，入京前被人盯上，只能改装进府。账册给我看看。你不是说看账头疼？秦府账头疼是因为鸡毛蒜皮，贪银子的账不一样。这里不对。盐引数目少了3成，税银却只少1成。有人拿了盐引私卖，又拿别处银子补了一点账面。嫂夫人，你还懂这个？后宅姨娘藏钱，比你们户部做假账精细多了。还有哪儿？这笔银子最后进了鸿胪寺名下的马料账。鸿胪寺买什么马料？北戎使团3日后入京，鸿胪寺负责接待。我来查。不正，那内宅走，说明有人用了女眷或后院管事做客。你们男人查外头，查不到绣花针里的线。嫂夫人说的对，让我查。不行。夫君若不肯，就是嫌我出身低，手段也低。这招数，祝立之，你别拿我教我的招对付我。这不是我教你的吗？查可以，带着我。成交。不行，太硬了，你这眼神像要抄人满门。你不能想着哭，你得想着委屈。怎么想？想你明明为了陛下熬夜查案，还被人说沽名钓誉；想你辛苦写的折子被同僚拿去垫桌脚；想嫂夫人要给你纳妾，这个有用。你练你的。查到什么了？赵娘子有问题。我陪你去。夫人要买胭脂，要最能讨男人喜欢的。男人嘛，最吃那点娇。可我夫君心里有人。谁啊？一个东院的。夫人别怕，东院住的再近，也近不过枕边。可我不会整，我这儿有香粉，抹了叫男人离不开。别动。夫人还说不会蒸，这不是很会？夫人要买多少？全买。你方才做什么？后门有人。那也不用抱我。不抱你，他会看见你的手，也有一点私心。小夫妻要不要买个同心塔？给他买10个。闭嘴。拿着。幼稚。
别怕，我不怕。北戎使团明日入京，东西必须混进马料车。钱呢？谁？有人报官，说就这里私藏军械，跑什么？公子，是我报的官。秦大人，这里没有军械，有的是贪墨盐税与勾连外使的证据。秦大人血口喷人，我只是买马料。这是盐引私印吧？你早知道。你一个卖盐缝里全是马料草芥，柜台下还放着男人靴子，你当我瞎？你早报官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怕你演得不真，下次不敢。嫂夫人，秦大人今日把京兆府也争宠到了手，您教的真好。我只是说，京兆府若能先一步拿人的他陛下，你还学会借花献佛了？夫人教得好。酸。今日若有危险，我会先送你走。我又不是瓷娃娃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挡我前面？知道回事，忍不住是另一回事。给我看看。没事。李芝，以后别再叫武青龙妹妹。你还记着？记着。他都不介意。我介意，我记。你只能给我递香膏。姑娘先睡吧，还说不在意姑爷。闭嘴。回来了。给我的。厨房多做的。姑娘等了1个时辰，凉了。你等的，凉了也喝。明日宫宴，陛下命我带你入宫。带我？沿岸有进展，陛下想见。见我做什么？夸你。谁怕？那去。去就去。起来。臣妇审视。秦兆业说，他那些在朕面前哭穷的本事都是你教的。这也能说？说说，你还教了他的什么？臣妇只是胡言乱语，大人自行领会。好一个自行领会！陛下，妇人后宅伎俩，岂可用于朝堂？李大人说的是，臣妇见识浅，只知道后宅管1家1食，朝堂管天下1食。若后宅有人贪探钱，冬日便有人冻着；若朝堂有人贪喝低银，雨季便有人淹着。手段分雅俗银子分，百姓碗里的饭也不问是哪只手替他们抢回来。秦夫人这张嘴倒比秦兆业。真不敢。赏。怕了。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好。我想要殿外那个高个侍卫。哪个？肩宽能打，我喜欢。52，你可愿？臣已有心上人。谁？他。你心上人是秦大人。秦兆业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52公子方才被酒气熏了脑子。臣清醒得很，臣对秦大人敬仰多年，情深意重。既如此，我不夺人所爱，或秦夫人怎么看？啊，陛下，臣妇有话说。说。52公子，你若敬仰我夫君，我替他谢你；你若拿他挡桃花，也该挑个不伤人的法子。我夫君清清白白站在这里，不是你的盾牌，也不是宴上的笑令。公主喜欢勇士，没错，可勇士若不艳，也不能硬抢。我们大周的姑娘不能被抢，男人也不能。秦夫人有趣，你不喜欢我直说就是。陈大人做，我怕伤两国和气。你扯男人就不伤？行了，52罚酒3杯。方才为何帮我说话？正妻护肤，天经地义。不纳妾了？那是误会。武清欢呢？他不算。公主呢？你还想要公主？我可以误会他，可以骂他，可以回府跟他算账，别人不行。祝离之，回家算账。算。好。今晚你睡外间，不许用一滴泪，也不许说自己委屈。他倒是听话。夫人真狠心，少来这套。夜深露重5月，躺你在宫里哭穷要来的银子，购买10张软榻。唉，夫人不疼我。不行，开了这门，我就输了。离之，我冷。你骗我！夫人开都开了，哪有再关上的道理？我保证，我只睡地上。外间有榻。地上离你近些。你给我出去！夫人安静。地上凉。夫人是在叫我。上来，只许睡边上。好。你若再翻，我就当你睡不着。睡不着会延安。严引从户部出去，经红梨寺马料帐，再入北戎使团随身车方。闭嘴！还罚我吗？看你表现。那我好好表现。离之，别怕当正妻。我不会。我陪你学。那你也别怕学争宠。不许学得比我好。尽量。尽量。少夫人，延安收网了，赵娘子供了，红炉寺书吏也供了，宫里已经派人拿下了李大人府上的账房。姑娘，这难道是您查出来的线索？真没想到，竟能从一家胭脂铺一路查到了金銮殿上。账上的窟窿藏得再深，也会漏风。赵娘子托我给你的。难受？就是觉得人一步错，账上会有痕，心里也会有，所以才要有人查账。以后你查朝堂，我查内宅。好。银子归我管。归你。东院不许再住姑娘。男人也不住。那我住哪儿？你正经点儿。我很正经。盐税亏空，边军想被挪，红梨寺竟敢借北戎使团走私银，好得很。陛下明鉴，臣不知此事。臣也愿相信李大人不知，只是秦夫人查到的内宅线，最后都指向李府采买账房。秦夫人又查出来的？是。
他人在内宅查到朕的金殿上来了，赏。少夫人，宫里又传赏了。这回姑爷又哭了？没有，是陛下说秦夫人在内宅查到了金典，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匹。少夫人，老奴以后一定好好记账，记清楚，别再让银子乱飞。夫人，陛下还问要不要让你进宫教一教。教谁？教后宫如何管账，教朝臣如何哭穷。我只教你一个。离之，姨娘，听说你做得很好。姨娘，我当正妻了。我知道。离之，你真的出息了。我从前只盼你做个最宠的妾，没想到你把夫念教会了。以后秦府的账就交给离之管。至于赵烨，他若在外头再乱藏什么姑娘，男人都先来问过离之。老夫人放心，我以后不住东院。你最好是。离之，我学那些不是只为朝堂，那还为什么？为让你知道，你学的东西从来不低贱。你不是不会当正妻，你只是没人教你，正妻也可以有自己的活法。那我姨娘教我的那些也不算错？不算。这是什么？我的俸禄。全给我？还有呢？以后不在外头藏人。姑娘不行，男人也不行。还要把俸禄都交给我。已经交了。不许在外头对别人哭。只对你哭。也不许。那我怎么争宠？你不是学得很好吗？我学得再好，也只想争你一个。祝离之，可以。灯亮。还亮吗？少废话。正妻当的可还顺手？还成。你不是说不会？嫂夫人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公主看我的眼神，像看一头能扛回草原的牛。不会也没事儿。怎么说？有人陪我学，我学了15年争宠，没想到最后最会争宠的人是我夫君。你如今是正妻了，发钗不能歪，腰也不能塌。姨娘以前不是说腰塌点才显得柔弱？那是做妾，做正妻背要直。大人，少夫人不好了！说，今日早朝御膳联名弹劾大人和少夫人。弹劾我？还有人说能教出少夫人这样的妖术，华姨娘也该一并问罪。问我可以，问我姨娘不行。说少夫人以妇人媚术蛊惑大人，大人又用哭殿之法欺瞒陛下，骗取江南河堤银子。这不是倒打一耙吗？还说沿岸账册是少夫人伪造的，说少夫人内宅宅干政，祸乱朝纲。祸乱朝纲？离之一个新嫁妇，怎么就祸乱朝纲了？不是普通弹劾，是沿岸余党反扑。宫里怎么说？陛下命大人、少夫人和华姨娘午后入宫。我也要去。姨娘别怕，姨娘不怕，就是怕连累你。他们不冲姨娘来的，他们冲的是我查沿岸的那条线。什么？我若是秦夫人，我查出来的是证据；我若是妖妇，我查出来就是假账。只要把我打成妖妇，赵娘子的供词、红露寺书吏的供词、西市马厩的私印，全都可以被说成我设的局。赵娘子那边出事了。赵娘子今早翻供了。怎么能翻供？她说眼影私印是少夫人提前放进香粉里的。好，姑娘这哪里好？她翻供就说明有人逼她，有人逼她就会留下痕迹。姨娘说正妻背要直，那今日我就直着进宫。注释：叩见陛下、皇后娘娘。民妇叩见陛下、娘娘。秦夫人，王御史说你媚术蛊惑秦昭烨，伪造沿岸证据，你可认？臣妇不认。赵娘子已经翻供，秦夫人还要狡辩。赵娘子，你说眼影私印是我放的？是。我什么时候放的？你来买香粉那日，我用哪只手放的？右手。那日我右手一直被秦大人袖子挡着，翻你柜台下账本用的是左手。御手。我若真提前藏印，不会连自己用哪只手都让你记错。秦夫人巧舌如簧，谁能证明？我能。秦大人是他夫君，自然向着他。那赵娘子呢？她为何不向着自己？你袖口有药味，不是伤药，是小儿安神散。赵娘子，殿前莫要装神弄鬼。你上次秦大人给我的纸条，我看过，你写你贪心错路，多谢我没让你错到杀头。今日你翻供，是有人拿你孩子逼你。荒唐！王大人急什么？我只是问他一句实话。陛下，让他说。有罪，民妇翻供是因为他们抓了民妇的儿子。他们说民妇若不照说，就把孩子送去边军做苦役，民妇不敢不从。你血口喷人！王大人说我媚术蛊惑人心，那王大人用孩童性命逼人翻供，又算什么？陛下，这是赵娘子入宫前白纸从她袖口刮下来的印泥。一撮印泥能说明什么？寻常朱印用矿珠，李府账房用赤砂，赵娘子上就是赤砂印泥。离丈府方已下狱，赵娘子却在入宫前见过能拿到李府赤砂泥的人。王大人，你今日奏折封口也有同样的赤砂，你先看袖口，不看奏折，说明你知道印泥在哪里。拿下王御史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只是受人所托。谁？娘娘，长春宫那边来报，华姨娘方才被人请走了。姨娘，
谁带走？李治，说是长春宫的蓝姑姑，说皇后娘娘要问华姨娘几句话。本宫没有下这样的令，秦夫人。本宫若要问她，不必偷着带。臣妇信娘娘。不是会查吗？便去查。王大人，放心，我一定查到你不敢看我。姑娘，宫里路绕，咱们这样找会不会来不及？是香灰。长春宫佛堂，华姨娘被带走时挣扎过，经过了有佛香的地方。问道：有人看见蓝姑姑带着2个宫女往长春宫后殿去了。走，宫门落钥，外臣止步。秦大人，宫门落庙后，外臣不可再入后宫。那我跪。宫门落庙，外臣止步。秦大人，秦大人请回。花姨娘被长宫带走，秦夫人要见人。小的只认宫规。你知道你拦的是谁吗？别吓他。李治，不许。直接凉，凉才好。嫂夫人，这么跪去，你膝盖不要了。他们想看我急，看我乱，看我哭闹闯宫，坐视我是妖妇，我偏要规规矩矩的跪。秦昭业，你真不服？他在破局，破局也不能把腿跪坏了。我知道。我说不许服，没服。披风也不许。你若冷病了，明日怎么查案？陛下大道。大半夜跪宫门，秦夫人是想逼朕。臣妇不敢。那你跪什么？臣妇不敢闯宫，不敢哭闹，只能按句跪着求见。你也由着他。哼，他按规矩讨公道，臣不能拦。一个哭殿，一个跪宫门，你们夫妻倒是都很会。臣妇只求见花姨娘一面，若她平安，臣妇立刻离宫；若她签了什么不该签的东西，臣妇也要知道是谁逼她签的。开宫门，去长春宫。签了，秦夫人还能少受些罪。我教她活命，不是教她害人。可惜别人不信。陛下到。李治，我没签。陛下，奴婢只是请华姨娘入宫问话，问话需要提前写好宫词。本宫何时让你写这种东西？娘娘，秦夫人以媚术乱朝，奴婢怕她连累娘娘。蓝姑姑，你不是为了皇后娘娘，你背后的人也不是皇后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供词上写的是祝氏妖媚惑主，可我入秦家后，宫中多称我秦夫人，写供词的人却一直叫我祝，说明写供词的人查的是他入秦家之前。他查过沈府，查过花姨娘，查过我学过什么。你一个长春宫姑姑，跟我从前无冤无仇，不会查得这样细。你背后的人是严案余党。他们想让花姨娘认下你用媚术伪造证据，只要我认，严案就能翻。红路四书里能翻，背后真正吞盐税的人也能翻。好得很，朕的后宫也成了他们翻案的账房。陛下，奴婢不能说，说了奴婢全家都活不了。你不说，也活不了。你被推出来就是弃子，说出背后的人，我救不了你，但救你家人。是内务采买司的周掌账。内务采买司，盐税银子进了鸿胪司马料账，宫中采买也有马料。他们把账进宫里了。传内务采买司周掌阁。是。陛下不能传。为何？周掌事若真是背后人，此刻传他只会烧账逃命。那秦夫人想如何强奸长春宫近3月的采买账？哼！既然有人借长春宫名义办事，那账上一定有痕。给他。把账册取来。秦夫人，宫中账册不比你们秦府内宅，你看得懂吗？宫里也是后宅，只要是后宅账，就有女人藏不住的痕。歇一歇。不能歇。我来看。你看朝堂账，碰不懂后宅账。这里是宫中账，宫里也是后宅。找到了，长春宫每月香粉采买，这个月写了180两，多了6倍，不止。同一日，内务采买司还给御马监拨了300草料。长春宫买香粉，御马监买草料，数目拆开看不大，合起来正好是鸿胪司马料账缺的那一笔。他们把盐税银子拆进宫中采买，再从御马监转出去。本宫的长春宫竟也被他们拿来做账壳。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，不够，还差什么？账能证明他们动了银子，但不能证明他们逼我姨娘签供词。这纸不是长春宫常用纸，这是内务司给各宫分发的金边供纸，只供节庆封赏用。蓝姑姑一个姑姑拿不到这种纸，周掌事能拿到，还差最后一根线，有沉香味儿。内务采买司库房常熏沉香防虫。陛下若现在查周掌事的库房，应该还能找到同样的纸，同样的印泥，还有没烧干净的账。我去。不，你不能先去，你一去，他们就知道失败。那谁去？我去。动作快些，天亮前全烧了。秦夫人深夜来内务司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我不懂规矩，所以带了皇后娘娘的令牌。秦夫人要查什么？查香粉。长春宫这个月多出的那150两香粉银子，周掌事总得给我看看香粉在哪里。女人家果然只盯着胭脂香粉，男人家果然只会把脏银子藏在女人用的东西里。开箱。秦夫人看清楚了，香粉都在这里。味儿不对。秦夫人又懂香粉。我姨娘教我的第一课就是香。这香粉不是装香粉，是藏账的。跑什么？
嫂夫人还没问完呢。你说不让我来，我说你不能先来，没说你不能收尾。你们查到又如何？案账只有半本，另半本已经送出宫了。明日早朝之前，秦夫人伪造延安证据的认罪书就会贴满京城。那就好，我正愁他们不敢把剩下半本送出来。明日一早，认罪书若真贴满京城，嫂夫人的名声就毁了。姑娘明明是救人，怎么他们张嘴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？因为他们不需要证明我有罪，那他们要什么？他们只要让百姓相信我有罪。所以你想让认罪书贴出去？你别疯！不让他们贴，怎么知道他们藏在哪儿？太冒险。他们要毁我的名声，我若躲才是真的输。况且他们的认罪书一定有破绽。你们看这几笔：香粉银180两，御马监草料300式，鸿胪寺马帐缺口，是同一天。这不已经证明他们挪银了吗？还差送账的人，另半本案账在外头。对，州长是说认罪书会贴满京城，说明外头有人专门散纸印书贴榜。书局或茶楼。京城最大的2家书局都在李大人门生名下。那就从认罪书的纸和墨查。纸墨也能查？自然能。姨娘说过，女人看信不能只看字，纸贵不贵，墨香不香，折痕新不新，都能看出这信是从谁手里出来的。花姨娘教你的倒比我想的还多。姨娘说，做妾的命轻，只能指缝里找活路。以后不用从指缝里找，我替你开路。夫人真是妖妇！我就说，哪有女人能查到金殿上去？妇人干政本就不该。我让人撕了，不曾撕。他们在诬你。我知道。她是不是秦夫人？她还敢出来？妖妇！谁说这是我写的？上头有你的手印。手印是假的。你说假的就是假的。我左手小指右时被香炉烫过，指纹断了一截。这张五指齐全。这纸也不是宫中公纸，是南街广文书局常用的竹纹纸。你怎么知道上头有我的手印？你离得这么远，瞧得清？别急着走啊！我看见的。你袖口有新墨，手上有江湖，这些认罪书是你贴的？还真是你。谁让你贴的？没人，我就是看不惯妇人干政。原来如此。嫂夫人又开始了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只是想突替夫君洗清冤屈，没想到竟惹得独生人这样厌我。若我罪官自会拿我，可诸位连官府都没等，就信了墙上一张纸。今日他们能贴我的假认罪制，明日也能贴你们家的。也是啊，这纸谁都能贴，手印还是假的。你们别被他骗了。带走。小店冤枉啊！只是有人花银子印纸，小店不到内容。所以3更即印300张，银子10倍。掌柜不知道？小人真不知。那这笔香粉纸钱是什么？书局卖纸怎么记香粉？是有人吩咐人小人这么记的。谁？小人没见着脸，只知道来人身上有一股沉香味，还给了块内务司腰牌。州长室的人。另半本案账呢？不在小人这儿。那人只让小人印认罪书，说真正东西要送去城外寒山寺。寒山寺？谁在寒山寺？北荣副使。北荣使团还没走，他们要把另半本案账送给北荣。不是翻案，是灭口加卖国。走，去寒山寺。山路师，慢些。来不及慢。我已经让人封了后山，若真有人在寺里交账，跑不了。不能先抓人。为什么？另半本案账还没露面，抓早了，他们只会说我们栽赃。你想让他们自己把账拿出来？他们要让外使做见证，证明另半本账从来不存在。东西在这里。为了这么半本破账，你们大州官员闹得满城风雨。副使只要看着他被烧掉，再收下银票，此事就与你无关。银票呢？3万两，一分不少。秦夫人那边呢？假认书书印贴满年鉴，明日早朝前，全京城都会知道延安证据是他伪造。那这纸烧了，他就永远翻不了身。正是。施主，前殿有位夫人求见，说是来上香的。什么夫人？秦夫人。秦夫人深夜上山，白日被人骂妖妇，夜里来佛前洗洗耳朵。秦夫人倒会时也会说笑。明明是来付银票的，却装成来礼佛。秦夫人，说话要有证据。证据在你袖口。寒山怎么供的是檀香，你袖口却有沉香。沉香是内务采买司库房防虫用的味道，你方才碰过沉香木匣。秦夫人凭一点香味就要搜外使禅房？我不搜外使，我查寺里的公证。秦夫人，小四只是收香火钱，不敢牵涉朝事。不查朝事，只查香火。今日有时有人捐了300两香油钱，是有一位贵人捐的。300两阳寿，寺里油库却没有多一坛油。同一笔功德写在香油满项，旁边却画了一个小小码头。码头？鸿胪寺马帐、御马监草帐、寒山香油帐，银子每次换一个壳，但记账的人习惯没变，喜欢在旁边画标记。马料账缺口就是这样转出来的。
这只能证明四中账有问题，和我何干？因为那300两相手钱，刚好等于你怀里那叠票号银票的头款。我是北荣使臣，你们敢搜我？他们不搜，我搜。我还以为你夜里来礼佛，原来是替人销账。公主误会了。银票要我自己取，这是北荣商号私票，不走使团账，所以副使不是为北荣办事，替人销毁着自己暗账。公主，我只是收银办事，并不知什么严案。那就更好了。你既然不知严案，那木匣里的半本暗账总不能是你写的，写账的人是你。跑什么？嫂夫人还没问完呢。内务采买红炉4马料、御马草料、寒山香油，全部连上了。州长是让你把账送来烧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嫂夫人的娘家？他们查到姨娘不是从宫里查的，是神府有人把华姨娘卖了。秦夫人，你现在知道也晚了。沈府已经写了证词，证明娘从前就以媚术惑主。明日早朝，沈家会亲自出面指证你和花姨娘。李治，好，这也好。外人骂我妖妇，我可以不理；沈家卖我姨娘，我得回去算账。